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来继续聊一下有关灰度基金以及它的母公司 DCG 和它的姊妹公司 Genesis 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啊。我找到另外一个加密公司的创始人他写的一些数据，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面，我会着重分析 DCG 母公司的资产债务的情况，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另外呢，我在新频道里面讲过，灰度暴雷和比特币继续下跌呢是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大家呢可以去我的新频道去看一下，也欢迎大家去订阅我的这个全新的频道，叫力哥交易日记啊，我将会每天呢更新分析每一天的走势，记录我的实盘操作，以及分享我的心得体会，分享我的经验和教训。目前呢已经连续更新了11天了，记录了我这11天以来的交易心得，以及我这11天呢学到的一些新的东西，欢迎大家去订阅。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分析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根据 CoinDesk 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目前因资金被锁的加密借贷平台 Genesis 而接受法律建议的客户的贷款的总额已达18亿美元，这个数字呢可能还会继续增长。此前的消息呢是表明 Genesis 资产负债表上有28亿美元的未偿还的贷款，其中呢约 30% 发放给了关联方。该公司一直试图为其贷款部门募集至少10亿美元的新资金。此前警告潜在投资者，如果说融资失败，他可能需要申请破产，从28亿美元降到了18亿美元，其中有一个公司要买下10亿美元的负债，这个公司呢应该就是他的母公司 DCG， 而 DCG 如果说这么做的话，势必要进行资产重组。今天呢我就看到 Messari 的创始人 Ron Selkis 再次针对数字货币集团也就是 DCG 和 Genesis 的问题发文，他在推特上发表了这么一张截图啊，说这是他上周刚刚发表的一个调查的报告。那么这个截图呢显示是说 DCG 的资产重组赎回 Genesis 的债务，以及放任 Genesis Capital 的倒闭可能是一种金发姑娘原则的场景，可以防止进一步的加密货币蔓延。这里插一句啊，金发姑娘原则呢是来自于著名童话故事三只小熊，大家也都应该看到。那么在经济学上，金发姑娘原则是指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拥有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让这一段时间维持的越长越好，才能最大化经济效益。而金发姑娘市场是指在经济繁荣中，消费的价格和市场自动产生的价格之间，消费的价格应该贴近平均值啊，也就是说这个找到最合适的那个点。根据对公开数据的分析啊，投资者财团可以将 DCG 的总资产市值估价约为32亿美元。在这32亿美元的总资产里面，其中有4亿美元他们投资了优先的资产，17亿美元的是优先债务再融资，并期望在5年内产生高于3倍的回报。那么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呢，就是加密货币的价格要在2027年翻一番。在目前更加看跌的行情下， DCG 呢是对加密货币市场复苏的杠杆进行压注，债务和股权持有人维持下行的保护。如果不对 DCG 进行重组，外部 Genesis 债权人似乎不太可能整顿，这可能会引发对 Genesis 和 DCG 的破产程序或者是诉讼啊。那么以上呢就是图片上的内容啊，我们说完了。我们看一下这哥们儿他推文的内容是怎么写的。他说，上周我发表了这一篇关于 DCG 和 Genesis 的企业研究的文章，基于围绕 GBTC 的合理假设、推论和公共记录作为 DCG 的一项有价值的资产负债表、资产和抵押品，发现了一个问题。尽管我的推论指出 GBTC 最有可能在 DCG 母公司层面持有，基于这种公开的文件显示，但似乎同样合理的是，大部分抵押品实际上是由 Genesis 持有，而不是 DCG。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情况会更加的糟糕。我的分析文章中的一个关键的假设呢，就是 DCG 有大约6到8亿美元的
加密货币的抵押品，其中大部分呢是2021年和2022年年初购买的 GBTC 和 ETHE 的股票。如果将这些资产呢作为 Genesis 的抵押品，那么它将使 DCG 的价值降低 50%， 这将改变我们模型中的一切。那么这也说明在未来的 2.5 年内将会有更大的风险，迫使 Genesis 每个月呢出售数百万股的 GBTC 的股票以偿还债权人，这也将减少 DCG 追求 ETF 的动力。那这一切呢都还在进行的当中，但与本周早些时候我们发布报告时相比，今天呢我并不是那么的乐观非常的不幸的是，这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黑匣子的状态。在打开这个黑匣子之前，我们不知道不良加密信用的菊花链还会延伸多久。这个菊花链我们就不做多解释了，大家可以去谷歌一下，它的意思呢是一个连环的收益的一个闭环，依损即损，依荣俱荣。那么上面这一堆的数据呢可能会把大家绕晕我简单做了一个图片大家看一下 DCG 的资产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首先呢 Genesis 从 DCG 借款，具体数目未知，然后呢 DCG 的资产里面还有价值4亿美元的 GBTC 和 ETHE， 那么这些又放进了 Genesis 进行抵押，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乱我们同时结合上期视频用到的图片大家看红色的右边的，我增加了2条线连接 DCG 和 Genesis， 因为目前呢 DCG 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对外公开，因为他们还不是这个公开的上市的公司，所以目前呢无从得知具体的细节和具体的数字。但是呢从刚刚这位大佬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得到 DCG 的资产里面有很大的比例的资金来自于 Genesis， 因为本身呢就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资金来往呢也是错综复杂。希望我们观众里面有学会计出身的朋友呢可以将这些信息整合一下，看看能不能发现更新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分析刚刚这位大佬他的观点的重点的意思他的意思呢是 DCG 将价值6到8亿美元的 GBTC 和 ETHE 放进了 Genesis 公司。ETHE 呢是以太坊对应的灰度信托的股票，年管理费用是 2.5%。这些抵押品一旦被清算，意味着接下来每个月都会有几百万股会抛向市场。根据目前 GBTC 的市场的反应，如此大的抛压势必会引发集体的抛售。所以说奉劝大家手里面有 GBTC 或者 ETHE 的，提前卖掉逃命。我们上期视频下方的留言还有人说要继续买进 GBTC， 那不知道你是不是钱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去花所以综合我们上面聊到的这所有的内容DCG 目前呢是进退两难。如果说放任 Genesis 不管，让它去破产，那么 Genesis 被清算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抛售 GBTC， 会带来灰度基金的死亡螺旋。如果说去救 Genesis， 意味着它马上要填上28亿美元的资金的漏洞，他们手里面有没有这么多钱呢？这个 Genesis 破产都已经炒作了快1个月了。如果说 DCG 有钱的话，不会拖到现在，而且他们迟迟不公开灰度持仓比特币的地址，说明里面还有鬼。如果说他们抛售手里面的比特币去救 Genesis， 不好意思，灰度基金的负溢价会更加的大，那么到时候也会引发 GBTC 的大量的抛售，这就是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DCG 的创始人Barry Silbert 已经快1个月没有发推文了，心理压力也是巨大。那么我想最后 Barry 总会选择一个方案去解决这件事，或者是他们的董事会一定会选择一个方案，而且越早越好。如果说放任民间去调查呢，这个雷呢会爆得更加的彻底。另外呢，刚刚那位大佬还发了另外一条推文，说的什么意思呢？大家看这个图片他说如果 DCG 或者是 Genesis 想要卖掉 GBTC 的股票，必须要先向SEC 美国证监会提交申请，那么目前他们还没有做。根据 SEC 的官网的显示目前如果说不提交的话，要等到明年5月份才能去处理，时间正在慢慢的流逝，也许他们已经错失了最佳的时机，只能等死。好，以上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